太好了，真的太好了。朋友們，今天我们不說開場白，直接切入要害，因為我剛剛讀到的這條留言簡直就是一顆核彈，直接炸開了我們每個人心裡那個裝滿了矛盾、糾結和自我懷疑的黑盒子。這位觀眾朋友問得太犀利了，他說，我看你講顯化法則講得頭頭是道，但我最近也在修佛法，求解脫輪迴，這兩者是不是背道而馳啊？一個是在不斷的要，一個是在教我要放下，我是不是在精神分裂？這裡是意識覺醒，記得按讚、訂閱並打開小鈴鐺，這樣您就不會錯過我們的新影片。我看到這句話的時候，我不誇張地說，我拍案叫絕，這不僅僅是一個問題，這是無數現代人在靈性成長路上遇到的最大的一隻攔路虎，是一堵把你擋在真正覺醒大門之外的隱形高牆。現在的你是不是也正處在這樣的煎熬裡？白天你像個充滿了野心的戰士，刷着那些教你如何一夜暴富、如何吸引靈魂伴侶、如何讓宇宙為你工作的影片。你在筆記本上瘋狂地寫下你的願望清單，你做願景版，你聽潛意識音頻，你恨不得向宇宙咆哮，給我，給我，我全都要。可是到了晚上，夜深人靜，你點起一根沉香，翻開那本泛黃的佛經，或者聽着某位高僧大德的開示，那個聲音又在你耳邊低語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虛妄，諸法無我，諸行無常。慾望是火，是苦的根源，要放下，要離苦得樂，要跳出六道輪迴。這一冷一熱，一進一退，一抓一放，兩股力量在你腦子裡瘋狂打架，打得不可開交，把你整個人撕扯得支離破碎。你開始自我懷疑，天哪，我這邊想着要住進台北信義區的豪宅，那邊又想着要四大皆空，我是不是貪嗔痴太重了？我是不是在給我的輪迴枷鎖上鍍金？我是不是離那個清淨的彼岸越來越遠了？這種焦慮感，這種深層的靈性精神分裂，我在太多的台灣朋友身上看到了。為什麼是我們？因為我們台灣人骨子裡就有一種極度特殊的雙重基因。你看這座寶島，它是全球科技的重鎮，半導體產業掐着全世界的命脈。我們的生活節奏快得像高鐵，我們對世俗的成功有着極高的渴望和敏銳度，但同時轉過街角就是一座香火鼎盛的廟宇。我們對看不見的力量有着最原始、最深沉的敬畏。我們既入世又出世，既想贏在當下，又怕輸了未來。這種文化底蘊是我們的寶藏，但處理不好就成了我們的心魔。今天我就要當這個拆解心魔的人，我要把這層窗戶紙給你徹底捅破。我要告訴你一個可能會讓你驚掉下巴，甚至徹底顛覆你三觀的真相。顯化法則和佛法解脫，它們不僅不衝突、不矛盾，它們根本就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，甚至是同一個遊戲系統的不同操作手冊。如果你玩得好，顯化法則不僅僅不是你修行的障礙，它恰恰是你通往解脫的最強捷徑，是你手裡那把斬斷執念的利劍。別急着皺眉頭，別急着拿你背過的那些教條來反駁我，先把那一套我應該貧窮才高尚的舊衣服脫下來，跟我一起走進這個邏輯的深處。首先，我們得給顯化法則證明，這東西被妖魔化太久了，很多人以為它是貪婪的黑魔法，是自私的狂歡，大錯特錯。顯化法則的本質根本不是貪婪，而是頻率的選擇權。我們要搞清楚，你現在之所以覺得痛苦，覺得人生卡卡的，覺得錢難賺、情難守，是因為什麼？是因為你把自己鎖定在了一個叫做匱乏的頻率上。你在不斷地向宇宙發射信號，我沒有，我害怕，我不配，我很慘。宇宙是什麼？宇宙不是這該死的判官，宇宙是一個沒有任何感情色彩的巨大的超級複印機，它聽不懂你的語言，它只讀取你的能量頻率。當你發射匱乏的時候，宇宙就忠實地複印出一堆匱乏的實相還給你。而所謂的求解脫，你想解脫的是什麼？難道不是解脫這種痛苦嗎？難道不是解脫這種被恐懼、焦慮和匱乏感日夜折磨的狀態嗎？你仔細想一想，如果你每天早上醒來，第一件事就是擔心下個月的房貸怎麼還，擔心孩子的學費哪裡湊，擔心老闆今天會不會給你臉色看，你的心是被這些沉重的生存層面的瑣事填滿的。
你的能量是緊縮的，是防禦性的。在這樣的狀態下，你跟我談什麼空性，談什麼無我，你的那個我比誰都大，因為你的生存受到了威脅，你的本能會把自我無限放大來保護自己。這時候你去打坐，你坐得住嗎？你腿在盤着，腦子裡全是算盤珠子在響。這時候你去修解脫，很容易修偏，修成一種逃避主義，修成一種厭世情節，覺得這個世界真爛，我玩不過你們，所以我不玩了，我要登出。朋友，那不叫解脫，那叫當逃兵，那叫精神上的破產清算。真正的顯化是你開始覺醒，你意識到，等一下，原來我是有選擇權的，原來我不必被動地接受這些爛劇本，我可以改寫它。當你開始運用顯化法則，比如你想要財富，你表面上是在求錢，但實際上你是在進行一場極高強度的心理手術。你需要把自己的頻率從恐懼強行扭轉到豐盛，從焦慮調整到信任。注意哦，這個調整頻率的過程本身就是一種極高強度的修行。你需要極強的覺察力，才能在每一個負面念頭升起的瞬間，像捉賊一樣抓住它，看着它，然後轉化它。這不就是佛法裡常說的觀心嗎？這不就是八正道裡的正念嗎？一個真正的顯化大師，他在心性上的功夫絕對不比一個在深山裡閉關的修行人差，因為他是在紅塵的槍林彈雨中修，他是在金錢和慾望的洪流中修，這種定力才叫真功夫。我們來看看台灣的歷史，這真的是一本最好的教科書。回想一下幾十年前，我們的父輩，那些提着一支皮箱就敢闖蕩全世界的中小企業主，他們懂什麼顯化法則嗎？他們讀過《秘密》這本書嗎？沒有。但是他們身上有一股氣，一股相信的力量，那種在什麼都沒有的時候，看着一片荒地就敢想象工廠林立的心氣，那種在口袋裡只剩幾張鈔票時就敢相信自己能拿下國際訂單的魄力。這就是最原始、最生猛、最純粹的顯化法則。他們沒有坐在那裡乾等着天上掉餡餅，他們是入世做事、出世修心的典範。正是因為這股敢於向宇宙下訂單、敢於創造實相的能量，才造就了台灣的經濟奇蹟。而你再往深了看，那些真正做得久、做得大的企業家，到了晚年，往往都成了大慈善家，往往都開始修身養性，回歸靈性。為什麼？難道是因為他們老了，怕死嗎？不，是因為他們通過物質的極致滿足，親身證悟到了物質的局限性。這就是我要告訴你的第二個核心真相。借假修真，必須先有假，才能修出真。這個世界是假的，是幻象，佛法說的沒錯。但這就像你在玩一個超高難度的 VR 遊戲，你的目標是通關，也就是解脫。但是如果你在游戲的第一關連把木劍都沒有，連件布衣都穿不暖，就被門口的小怪一刀秒殺，然後你躺在復活點大喊，這遊戲是假的，全是代碼，我不玩了。請問你這叫通關嗎？你這叫被遊戲淘汰了。顯化法則就是那本遊戲攻略，它教你怎麼拿金幣，怎麼拿神裝，怎麼升級技能，讓你在這個物質世界裡玩得風生水起，順風順水。當你滿級神裝，站在世界的頂端，俯瞰眾生的時候，你手裡握着那把屠龍刀，你看着滿地的金銀財寶，那一刻你心裡升起一種真正的透徹的感悟。原來這一切真的只是一堆數據，原來這些東西並不能給我帶來永恆的快樂。在那一刻，你選擇把屠龍刀放下，你選擇把金幣分給還在新手村掙扎的玩家，那個放下才叫真正的放下。沒玩過的人說放下，那叫無奈，那叫酸葡萄心理。玩通關的人說放下，那才叫境界，那才叫慈悲。釋迦牟尼佛，他在出家之前是什麼身份？是王子，他是悉達多太子，他擁有了那個時代最頂級的顯化成果，無盡的財富，最高的權力，最美的妻子，最豪華的宮殿。他是在體驗了這一切的極致之後，發現這些東西依然解決不了生老病死的問題，他才選擇了出離。如果他生下來就是個乞丐，飯都吃不飽，他去哪裡捨棄王位？他去哪裡放下榮華富貴？你兩手空空，你有什麼資格說放下？你那叫放棄，不叫放下。所以不要再因為自己有慾望
而感到羞恥了。慾望不是你的敵人，慾望是你的導航系統，它在告訴你，你現在的生命體驗裡哪裡還不通，哪裡還覺得匱乏，你去顯化它，去填補它，然後跨越它。這是一個不斷升級打怪的過程，而且這裡面還有一個巨大的誤區。很多人把解脫輪迴理解成了什麼都不要，把自己搞得苦哈哈的，好像越苦越光榮，好像必須穿得破破爛爛，面黃肌瘦才像是修行人。我跟你說，這簡直是對宇宙真理最大的誤解。真正的宇宙真理是豐盛的，是流動的。你去看看大自然，你去看看台灣的阿里山，那些神木長了幾千年，鬱鬱蔥蔥，遮天蔽日，他們有在擔心陽光不夠嗎？他們有在擔心雨水不夠嗎？他們有在客氣說，哎呀，我長這麼高是不是太貪心了嗎？沒有，生命本身的預設值就是豐盛的，就是擴張的。匱乏是人類大腦製造出來的病毒，是社會制約強加給你的枷鎖。當你用顯化法則去創造豐盛的生活，去創造和諧的關係，你其實是在恢復你生命的原廠設定，你是在讓能量順暢的流動。當你的生活沒有了那些生存的恐懼，沒有了那些雞毛蒜皮的拉扯，你的心會變得非常安靜，非常寬廣。這時候你再去參悟那些高深的智慧，再去打坐，那個品質是完全不一樣的。你會發現，原來天堂不在死後，不在另一個維度，就在你頻率對了的那一瞬間。這就像現在的量子力學，科學家都告訴我們了，觀察者決定實相，萬物本質都是波，是你這一念觀測讓它坍縮成了粒子，成了你的現實。這不就是萬法唯心造的科學版解釋嗎？所以別再糾結了，別再把顯化和解脫搞對立了，它們就像是你的左腳和右腳。顯化是讓你在這個物質世界裡站得穩，走得快，讓你有足夠的資源和餘裕去體驗生活。解脫是讓你在體驗的同時保持一份清醒，知道我在玩遊戲，但我不是遊戲裡的那個角色。你要做那個玩遊戲的人，而不是被遊戲玩的人。接下來，如果你還覺得心裡有道坎過不去，覺得哎呀，我還是怕造業，那我再告訴你一個更絕的觀點，這也是很多人不敢公開說的秘密。關於業力這件事，其實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算法。你得知道，在這個宇宙的運算法則裡，業力不是什麼懲罰機制，不是有個老天爺拿着小本本在記你過錯，那種想法太原始了。業力其實就是慣性，就是一種能量的回路。你一直窮，這是慣性；你一直遇人不淑，這也是慣性；你一直覺得自己是受害者，這更是強大的慣性。顯化法則說白了，就是教你怎麼剎車，怎麼切斷這個舊的慣性回路，然後建立一個新的。這不就是佛法裡說的轉識成智的一個初級版本嗎？你想想，如果你用顯化法則讓自己變成了有錢人，你是不是有能力去幫助更多人？你是不是能給家人更好的生活？你是不是能支持更多的公益？像台灣這麼多默默行善的企業家，他們如果不顯化財富，他們拿什麼去布施？拿什麼去蓋醫院、捐學校？甚至說的現實一點，當你在這個社會上有話語權的時候，你傳播善念的聲音，是不是比你人微言輕的時候要大得多？所謂的執着，不是在於你擁有了什麼，而是在於你害怕失去什麼。如果你在顯化的一開始，心態就是我顯化這個是為了體驗，為了創造價值，來了我不拒絕，走了我不可惜，這種心態就是《金剛經》裡說的因無所住而生其心。你在紅塵裡打滾，片葉不沾身，這才是高段位的玩家啊。反過來，如果你躲在深山老林裡，心裡卻天天想着，哎呀，要是當年我買了那只股票就好了，那你人雖然出世了，心還在輪迴裡打轉呢，這不是很諷刺嗎？而且我再告訴你一個很弔詭的現象，你仔細觀察身邊的人，那些真正把顯化法則用到極致的人，到最後往往都會走向靈性解脫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們發現心想事成到了極致，其實挺無聊的。真的，你要什麼有什麼的時候，物質的刺激感會直線下降，多巴胺的閾值會越來越高。這時候，他們會自然而然地開始追問，然後呢？這一切背後到底是誰在運作？我是誰？我來這裡到底是為了什麼？
這種由富足而生的追問，比那種由痛苦而生的逃避，力量要強大得多，也純粹得多。因為前者是主動的探索，後者是被動的逃跑。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點，很多人沒搞懂，就是關於時間延遲。為什麼你顯化東西不是砰一下馬上出現？很多人因為這個就放棄了，覺得法則是騙人的。其實這個延遲是宇宙對你最大的保護啊！你想想，如果你現在的每一個念頭都立刻成真，你上一秒擔心，哎呀，我會不會出車禍？下一秒車就撞過來了，那你還活得了嗎？這個世界的混亂程度會直接爆炸。這個時間的緩衝，就是給你機會去修正你的念頭，去確認你到底想要什麼。這個等待期，恰恰就是修心的最佳道場。你要在這個看不到結果的時間段裡，依然保持信念，依然保持頻率不掉下來。這難道不是在修定力嗎？這難道不是在修忍辱嗎？所以你看，顯化法則的每一個步驟拆解開來，其實都是心性的磨練，只是換了個更現代、更入世的包裝而已。我們台灣人常說愛拼才會贏，這個拼不只是身體上的勞累，更是心智上的博弈。你要拼的是你的認知維度，你要贏的是你自己的舊習氣。所以朋友們，下次當你再想顯化什麼的時候，別有罪惡感，大大方方地向宇宙下訂單。哪怕你想中樂透，你想住豪宅，這都沒問題。但是記得加上一句，這句咒語會讓你的顯化瞬間升華。如果是為了我的最高利益，請讓它發生。把控制權交出去一部分，保持一份臣服的心態，這就是顯化與解脫的完美結合點。你在創造，但你不強求；你在體驗，但你不沉迷。這種狀態真的太爽了，你會感覺整個世界都在陪你跳舞，而不是在跟你作對。現在我想問你一個問題，這個問題可能會讓你今晚睡不着覺，但如果你想通了，你的整個人生劇本會瞬間改寫。你現在腦子裡最想要的那個東西，不管是那1000萬存款，還是那個完美的伴侶，或者是那個令人羨慕的頭銜，你閉上眼睛，深呼吸，問問自己，如果我現在已經得到了，而且我非常確定我永遠不會失去它，它已經是我生命中理所當然的一部分了，那麼接下來我想做什麼？我想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？仔細想，往深了想，不要只停留在表面。那個答案，那個在你剝離了恐懼，剝離了證明自己的衝動之後，剩下的那個最純粹的渴望，才是你靈魂真正想顯化的東西，才是你這輩子來地球這一趟的真正任務。而那個表面的願望，不過是個包裝紙而已。很多人一輩子都在搶包裝紙，搶得頭破血流，最後把裡面的禮物給扔了，多可惜啊！所以別再被那些教條框住了，別再自我設限了。把你的靈性智慧和入世的手段結合起來，把顯化法則當成你修行的工具，把佛法當成你顯化的導航，在這個幻象世界裡玩一場最精彩的遊戲，這才對得起你這張來到台灣、來到這個時代的門票，不是嗎？記住，你不是為了受苦而來的，你是為了在體驗創造的喜悅中認出你自己是誰而來的。這就是顯化，這就是解脫，這就是全部的真相。去吧，去顯化你的奇蹟，然後在奇蹟中看見那個如如不動的自己。謝謝大家。